中国挖出了一个坑，考古学家当场沉默。坑里的东西对不上任何一本史书，而且3000年前的青铜上居然有微型焊接痕迹。焊接啊，兄弟，这技术咱近代才发明的，古人怎么会的？更诡异的是，挖出的人像没有一个符合正常人类的比例，眼睛往外突出13厘米。考古学家看完直接问：这东西是地球的吗？它就是三星堆。我们挖了90年，只动了2%，剩下98%没人敢动。故事要从1929年说起。四川广汉一个叫燕道成的农民，在自家院子里挖水沟时，刨开了一堵石墙，然后他愣住了。坑里密密麻麻堆着各种造型怪异的玉器和石器。消息一出，全村人拎着锄头跑过来挖，这一挖就是2年，大量文物就这样流散出去了。直到1934年，考古队正式介入，首次科学发掘开始。考古队到现场，发现地面上有3个土堆，排成一条线，像夜空中3颗并排的星星。三星堆就这么得名了。但你知道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什么吗？这3个土堆对应的位置放到3000年前的星图里，刚好指向天龙座主星，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北极星。古人是在对星建成，还是纯属巧合？没有人说得清。更离谱的是还在后面，等了将近半个世纪。1986年夏天，广汉一个砖厂的工人在挖土备料，铲子挖进去，带出来一块碎青铜片，接着是第2块、第3块。考古队火速赶到现场，2个巨型祭祀坑就此曝光于天日之下。那一刻，在场所有考古学家都沉默了。坑里摆放的东西不像是出自这颗星球。一尊青铜大立人，高度接近2.6米，双手呈抱握状，空握着一根早已消失的权杖，神情肃穆，像个君临天下的神王。一棵青铜神树，通高将近4米，树上9只铜鸟，7粒枝头，每一根树枝的弯曲弧度都精确地像用仪器量过。还有那张让无数人失眠的纵目面具，2只眼睛从脸上突出13厘米，像2根望远镜插在脸上。这不是艺术夸张，是刻意为之。那问题来了，他们在模仿谁的样子？汉代有本古籍叫《华阳国志》，里面记载古蜀国第1代王叫蚕丛，原文只说了4个字：其目纵出，眼睛是往外凸的。而三星堆那张面具，眼珠子凸出来13厘米，这2件事儿相隔3000年对上了。也就是说，面具不是在画外星人，而是在画他们的神王。但为什么一个真实存在的王眼睛会凸出来那么夸张？这个问题至今无解。然后你再听听这个3000年前的青铜器上居然出现了焊接痕迹，不是疑似，是科学仪器检测确认的焊接痕迹。焊接这个技术，人类系统性掌握并工业化应用是近代的事儿。那3000年前的古蜀人用什么焊的？铁。当时冶铁技术在中国还没出现，电更不可能。这个问题现在考古界没有权威答案，只有各种假说，没有一个能说服所有人。还有更离谱的，整个文明没有留下一个字。不是一个字没被发现，是真的一个字都没有。一个能铸造出2.6米青铜立人，能够建造城市，掌握焊接金属技术的文明，完全没有文字系统。全世界任何一个同级别的古代文明，无论是埃及、苏美尔还是商朝，都留下了文字，唯独三星堆什么都没写，仿佛刻意从历史里抹去自己的姓名。而且他不仅没写东西，他还突然消失了。大约在公元前 A， 三星堆文明就戛然而止，城市被废弃，祭祀坑里的宝贝被砸碎，打烂了埋进坑里，然后所有人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地质学家在遗址地层里找到了洪水的证据，推测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淹没了这座城市。那些青铜器之所以被砸碎再掩埋，很可能是古蜀人在仓皇撤离前用自己的方式向神灵做最后的告别。但他们没有真正消失，而是换了个地方活下去了。三星堆废弃后不久，成都平原出现了金沙遗址，出土了中国现在的文化遗产标志太阳神鸟金箔，厚度仅 0.02 毫米，比 A4 纸薄5倍，上面4只飞鸟绕日而转，对称到极致。古蜀文明没有死，只是迁移了，换了个地方继续燃烧。而三星堆埋进黄土的秘密，直到2020年才重新被撬开。国家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考古行动，在1986年挖出的1号坑、2号坑旁边，又陆续确认了6个新的祭祀坑，8个坑全部打开，出土文物超过1万件。但更震撼的数字出来了，这8个坑加起来只占整个三星堆遗址面积的 0.2%， 还不到1/4个零头。
剩下的99.8%原封未动，还埋在地下。然后到了2024年，又挖到了让人脑子短路的东西。考古队在祭祀坑以北约1公里处发现了三星堆历史上首个手工业作坊区，出土了原料、坯料、半成品、成品等各类文物超过4000件，玉石器的生产流程第一次完整的呈现出来。也就是说，那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和玉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是三星堆人在本地一件一件做出来的。他们有完整的工业体系，有标准化的生产流程，有技艺精湛到让现代人汗颜的工匠团队。同年，考古队还确认了三星堆古城的水门、城门、主干道路，一座3000多年前的城市规划图，第一次清晰地浮现在世人面前。这座城市不是原始部落，这是一个成熟的、有规划的、有工业体系的超级都市，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发达。而它就这样从来没有进过一本史书，所有关于它的故事都是从泥土里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。挖了90年，动了不到2%，还有98%在等着我们。也许那98%里埋着的是它消失的真相，也许是某种我们还看不懂的文字，也许是某件能彻底改写教科书的东西。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华夏文明了，但三星堆告诉我们，我们连门都还没迈进去。